男嘉宾小鹏23岁，来自湖南，是一名学生；女嘉宾小周22岁，同样来自湖南，也是一名学生。来，有请两位，有请。还在读大学吧？对，还在读大学。大几了？大3了。同一届的我们是。是同班吗？不是，我们是异地。他在重庆，我在湖南。哎，那你这个什么叫霸占？那么远怎么霸占啊？你是不知道我感觉我的每天都在被他监控。只要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他就要翻你手机，我的头像要设成他的。你不是在重庆吗？我们但是有见面的机会啊，我们每个月都要见面的。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俩是在国外认识，回来了之后，他会经常过来看我。你们俩在国外认识？对，我们出去旅游遇见，然后再认识的。回国了之后，他就每天都会很主动的过来联系我，并且会经常过去找我。但是就是后来一直到5月份的时候，我们是1月份认识的，5月份的时候在一起了之后，大概半年这样子，他就会没有以前那么主动的。你是说去年吧？14年的时候。哦，14年，好嘛，这时间够长的了啊。然后反正就是我觉得在一起一段时间过后，他就会很少主动的联系我。之前答应的说每个月都会过去看我，之后也会找各种理由没时间或者其他原因就不来看我了，因为我们俩异地嘛。刚开始追他的时候嘛，我也是有点逞能，我跟他说，那我每个月15号我都飞到长沙去看他。但是后来因为我是学生会干部，我自己还在读书嘛，时间有限，我有时候真的就挪不开时间。但他真的就是特别无理取闹，他说那你答应了我，你不来看我，那就是你的错。对，你答应了。这个事情本来就一开始就他自己主动提出来了，后来有问题了，我就多说他几句，他都会抱怨我说我不理解他。我有时候真的就是没有时间呐，而且他刚刚说，他说觉得我对他不好了，其实都他自己在那边想多了，他什么事情都是想多了。比如说有一次吧，就特别莫名其妙，我在打游戏，他就说一定要跟我视频。你知道吗？以前都是他主动给我打电话，后来他就很少联系我，就会主动给他去打电话。那中午吃饭了之后，我给他打电话再打游戏，晚上就给他打电话再跟朋友在外边玩，他就觉得我打扰他打游戏了，游戏输了之后还得骂我，就怪我就是打扰他了，然后还手机关机不让我找到他。哪有他说的那么夸张？我哪有天天打游戏？我不得读书了吗？为什么不接人电话呢？把游戏关了呀，一会儿再打呀。可是这是一个团队游戏，我不能坑队友呀。原来是这样的，赢了还是输了？输了。骂没骂人家？我就说了他几句，没骂。说什么了？我就说你怎么能这样呢？我说以后你不要给我打电话了，我给你打吧。但是就是这样，你知道吗？我打完电话之后，我把手机关机了嘛，因为我觉得他在那边一直在那边闹，我很烦，我就把手机关机了。嫌烦了。他就直接一个电话打过去，我室友呢，他就去骂人家。你骂人室友干什么？我当时我也不是无缘故就要骂他室友了，因为他把手机给关机，我找不上我着急嘛，我怕他有什么事儿，然后我就打他室友那，我就想问一下他情况是不是还在那儿。结果我当时就听到他室友在那儿说，可能是他们打游戏就输了。我听到他室友在骂他白痴没脑子这些。那我当时我听到了，我肯定生气啊，我也没有想太多，直接就说了他室友2句。你替他出头等于。对，他就为这件事还怪我说我不给他面子，让他在他朋友面前丢脸了。谁是亲人？个傻小子！可是我们男生之间打个游戏，互相说几句不是很正常吗？再说你骂人家什么？说你这么小气，难怪找不着女朋友。你倒是说开心了，那我怎么跟别人相处啊？我当时我也不是气嘛，你说当时要是旁边有个人骂你女朋友，你第一时间你还想去搞清楚是什么事情，你不是第一时间出来维护我吗？你还为这事还在说我？那我也得分是非对错呀。这事儿就过了，不分了啊。还有别的事儿吗？就还有一次，因为我那天已经给他打完电话了嘛，然后我就想着说没事了吧，我正好有一个朋友嘛，叫我去喝酒，去酒吧，他过生日嘛，那我们就去了。我手机也没电了，我就放在寝室里边充电。之后我第2天回来，50多个未接电话，100多条微信。他就总是不能理解我这种担心他。你要知道，我那一晚上我找不到他人，我不知道去哪，我给他室友也打电话，他室友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当然了，你刚骂过人家吗？人家能告诉你吗？我也就着急嘛，我就想知道他在干什么。结果我就一直到第2天他都没有回复我。第2天一大早的时候，我就从他另外一个朋友发朋友圈，我才知道他去酒吧了。他这件事居然瞒着我，又不告诉我。你说我当时能不生气吗？那不是因为你上次出的那个事儿吗？让我特别没面子。你知道他怎么了吗？我们刚刚在一起没多久的时候。
有一次去酒吧，他特别不放心嘛，他说要跟我视频，让我拿着摄像头对着每一个人，要每一个人跟他打个招呼，他要看清楚有几个女生，那些女生对不对做的威胁。我觉得这也不是什么特别过分的事。你说他现在，这还不过分呢？你现在又不是单身，你是有女朋友的人好吗？你没事有事没事，每天往酒吧里边跑什么跑啊？那我谈了个女朋友，我还不能交朋友了，对吧？我的世界就得你一个人了，对吧？就是那次之后，就很多人都说啊，你女朋友这样，他说把我管得死死的，我特别没面子。你知道吗？就是因为这件事情，他后面就限制我，他不让我就是很主动的给他去打电话，他就是说你每天就那个点就等着我给你打电话。我有的时候特别想他的时候，真的特别想给他打很多个电话了。那你就打呗。他就是会为了这个事情生我的气呀。我已经跟他说过了，我说人谈恋爱不是把两个人都锁在一个世界里面，没有其他的人。他谈个恋爱就是感觉好像他的世界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其他的事情，他也不交际了，上课也不认真了，我就得24个小时陪着他聊天，感觉特别没有自由。不是我们俩异地吗？我能感受到你的存在，也就只有这几个电话。我在乎你，我才会这样去做呀。这件事情后来我觉得我自己反思了一下，我觉得我也有做错的地方，我就买了一张机票，我就飞长沙给他道歉去了。可是他根本就不理我。他当天过来就想给我赔礼道歉，我其实还是有点感动的。但我想这件事情不可能你马上过来，我马上就原谅你。万一下次又这样的话，那我可不就没办法了吗？我就想着我自己也先冷静一下。第二天的时候，我再想跟他去把这个事儿好好说一说。可是他当天又走，你说这是道歉的样子吗？因为我第二天要上课呀，我当天本来是想着说，我说我给他道完歉之后，当天就再飞回重庆的。可是他根本就不理我，然后。我根本不知道你要生气1天还是2天呢？你生气1年，我还得在长沙常住啊。我反正就觉得他现在对我没有一点耐心。哎呀，我反正觉得你们两家的爸妈都够可怜的了，挣那么点钱就给你们俩用来玩这个了，电话游戏、飞行游戏啊。接着说吧，还有什么呀？就是各种事情他都会嫌我会是管着他。你说平时我查他个手机吧，我觉得男女朋友之间这并没有什么，他就觉得我无理取闹，就说你凭什么查我手机啊？就觉得我太怀疑他这样。他不光查，他还问，他说这是男的女的呀？他说你为什么这么晚还跟他聊天呢？1、2点了还在聊天，就一直问，你不觉得烦吗？那这个就不正常，你知道吗？平时1、2点的时候都要休息的时候了，我都很少跟他聊到那个点儿，并且我看了那个聊天记录，都是一些女同学，然后也没有聊什么正经事儿，我就觉得那女生肯定是心里边有什么。其实我也觉得挺好奇的啊。怎么跟别人一聊的夜里1、2点呢？不是，是因为学生会很多事情嘛，其实他们办事也不好的，就是那种。不是学生会有那么多的事儿吗？有啊，因为是吗？比如说年末的时候办晚会的时候。天天过年末吗？也不是，他就觉得说我跟所有的女生就是暧昧就对了，有时候聊的挺正常的事情，那我总不可能没有女生朋友吧？我说这些其实我并不是空穴来风啊，我就是明明确确有一次在他手机相册里边就翻到了他和一个女生特别亲密的那种合照，就头碰头的那种。我已经跟他解释过了，那个是我一个高中的女同学，她要去西藏，然后她说你在重庆，那我就在重庆玩几天呗，我就在逛了几个旅游景点，照了几张照片而已。她看了之后，她特别怀疑，然后她给人家发骚扰短信，还骂人家。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我那天问他的时候，他就很敷衍的跟我解释，我心里边就一直挺膈应这个事，我也只是想把这个事情弄清楚，我不想有误会嘛。然后我就给那女生发短信，我就只是简单的问了几句，我说你认识我男朋友吗？你有没有男朋友？然后结果他就一直不回我，我就觉得他有点心虚。后来我就多问了2句，他就直接打电话过来就骂我神经病。你说我当时听着这话，我能不气吗？他骂人家狐狸精，你说哪个女生能忍受你这样子的人啊？那不是人家一开始骂到我这，我返回去我说他2句，你现在还为了这件事还反过怪我，我是你女朋友，他是你什么人啊？那你也不能骂人家，人家也是我的好朋友呀。他就总是这样，他就永远都记不得我对他的好。每次我不敢干什么，我都会想着他，出去逛街什么的，我都会经常性的给他买2下。结果他就是我从来没看他穿过。我后来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一件都不穿呀？他说我不喜欢，我都送给别人了。你说这是男朋友应该做的事儿吗？你给他买的衣服，他送人？对，他就说他不喜欢。
他总是喜欢买一些奇奇怪怪的衣服，然后你不喜欢吧，他还得强迫你穿，你不穿他还不高兴，还给你翻脸。你说他有一次买了一件粉红色的衬衣，我真的就是不喜欢，我不想穿嘛。男生穿粉色又怎么了？我觉得有些人穿着挺好看的呀。那你也不能强迫我呀。穿一下会死吗？我觉得特别尴尬。那衣服送给谁了呢？我就送给室友啊，还有朋友什么的。他们穿了吗？他们穿呢。他们怎么不尴尬呢？他们当睡衣穿。那你为什么不你自己当睡衣穿呢？我就觉得不好看，我不想穿。你睡衣都不能穿呀，你太辜负这姑娘了。就是一点都不能体谅我的心意，就是这样的。你说平时这样也就算了，对吧？那有一次就是他生日嘛，他之前说一直要一个打火机，然后我就给他去做了一个，上面还可以刻字儿，我觉得特别有意义，然后买了送给他。结果他看了之后，他说是假的，就为这件事骂我。哪有骂你啊？我就说了你2句，我说你怎么买这么一假货呀？然后他还不能说了，他就在那边跟我翻脸，他说我给你买的，你都不喜欢，怎么着？怎么能这么说一姑娘呢？基本的礼貌知道吗？我就觉得事后可以说，聊天的时候，哎呦，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当时太伤人了。你看这姑娘对他真好，说他还不干，你说，哎呦。我觉得当时其实也可能那个东西确实也是假的问题，然后我也怕他生气嘛，我就说想跟他道个歉，然后那天是他的生日。还要道歉啊？因为我想着，如果是真是个假的，那这件事确实也是我的不对了。毕竟是他过生日，就这个东西没有做好。我那天就想着说带他去商场再给他挑一件衣服，结果到好那天晚上的时候，我就是看他手机的时候，发现他又准备把那件衣服又送给他室友。你说我当时能不生气吗？我没有要送给别人，因为那一天是怎么呢？我当时已经跟他说了，我说你已经买了这么多贵的东西了，你就别买了。他硬要拉着我去商场，他说那你不买的话，我们今天就分手，就硬要强迫我。然后呢？然后他挑完那个衣服之后呢，他要我发一个朋友圈，然后正好我一哥们儿在底下留言，他说啊嫂子又给你买东西了呀，我们又有福利了。然后他可能就看到这条消息，他就以为我要把衣服要送给别人了。然后我就去洗个澡，他就在外面烧衣服。那我当时我不是生气吗？烧谁的衣服？就是我给他买的那件衣服。那我想着我都是这样做了，你把衣服给烧了。那不然呢？我能看到他又把我给他心意又这样送给别人吗？我确实当时也是冲动了一点，我也给他道了歉，但是他也就是不能理解我。你道歉，可是你道歉从来就没有管用的时候，你知道吗？你这脾气从来就没有改过。你说还有一次吧，就是我妈好不容易来出差嘛，来重庆来看我，我跟我妈吃饭呢，然后吃着饭，她就给我打电话，我说那我等会儿给你回过去吧，我就是上个厕所的功夫。他就把我妈骂了一顿。你要知道，我并不知道当时他是在跟他妈妈吃饭。我给他打电话过去的时候，我问他在干什么，他就很敷衍中，他不告诉我在干什么，也不告诉我在跟谁吃饭。我当时就听到旁边有个女的一直在跟他说话，说要吃什么，并且叫他叫得特别亲，叫鹏鹏，他又很匆忙的把电话给挂了。我当时我就自己在那想，会不会他又是有什么事情在外面跟别的女生在一起？我就打了个电话过去，我当时我就生气，我就以为他就是瞒着我在外面和别的女人在外面吃饭约会，就不告诉我。我一时气急，我就开口，我就说了2句，然后他就为这个事情讲了我很久。你说要是他一开始告诉我他是在跟他妈妈吃饭，那我至于这样吗？对呀，你为什么一开始不说？你说对不起，亲爱的，我在跟我妈吃饭。因为我没有告诉我家里边人我跟他谈恋爱。哦。我上了厕所，厕所还没回，妈妈就在那边特别生气，她说你女朋友怎么这么没教养啊，还骂我怎么着怎么着的。那我平时也不是这样的呀，并且我要给你妈妈道歉，你也没有说要给我你妈妈电话号码呀。我觉得就这样吧。什么时候毕业啊？还有1年这样子。还有1年是吧？毕业反正，马老师，毕业季就是分手季是吧？你们的爱情反正我也搞不懂，你们应该特别懂是吧？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年轻人的世界确实比较难懂，你们俩这日子吧，过得跟我们确实不太一样。飞行、谈恋爱、买衣服、买生日礼物、送人，很多东西因为从小到大，伸手就来，张口就要，所以付出的时候显得也那么轻易，索取的时候也变得那么随意。你就应该对我好，你就应该来看我，你就应该送我礼物，我愿意送给别人就送给别人。不珍惜是因为无所谓。
想太多是因为爱自己。你给他每一次怀疑他有别的情况给人打电话，不管是给男同学还是给妈妈打过去一顿斥责的时候，你礼貌吗？没有。再冲动也得有礼貌，对吗？对。反过来，口口声声说我学生会干部，学生会干部，学生会干部怎么了？你能有多少事情？那些事情比你学习更重要，比一个真心爱你的女孩在远方思念你更重要。孩子，记住我一句话，自立不仅仅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担当。如果担当不起，就早点说清楚，别把恋爱谈成闹剧。好，谢谢马老师。其实我是很少就听到情侣们在争吵的时候觉得很烦，但你们让我听不下去了。我恍惚在听你们说到每月一次的买机票啊，无数次的买新衣服啊，买一些他心爱的礼物啊，我就想问你们月薪多少钱？另外我再想问你们现在是学生吗？是的。你这如果他不接电话，你一下打50多个电话，100多个微信，然后整天就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了，脑子就在他那儿了，你是学生啊，你应该学习呀。您这位各种的游戏酒吧看不上送给别人，这一点尊重都没有，你们在谈什么呢？刚才赵川说再过1年你们再分吧，我觉得等不了，我给你建议马上就分吧，会毁了自己的。为什么分？至于男孩来说，你根本就不爱他，你爱他会把他辛辛苦苦给你的礼物送给别人吗？你爱他，你去酒吧你会不跟他说吗？你要真爱他，父母怎么不知道这么一个人的存在呢？所以这叫谈什么爱呢？我不是反对大学生谈恋爱，但至少你们2个人不适合在一起谈恋爱。女孩貌似你更多，其实你爱她或者说你喜欢她比她喜欢你要多一些，但是恰恰遇到了这么一个不在乎你的人，会毁了你，毁了你的学业。当你大4选择工作毕业要你的成绩单的时候，你想想看你能交出什么样的一个成绩单？交不出成绩单来，毕不了靠谁？又要靠父母吧？不会再啃老吧？你找他，他可担负不了你什么。赶紧把自己的精力呀扑在学习上吧，不能等了，好好学习，否则1年之后4年了，你什么都没得到，得到的就是眼泪和悲伤。现在出现一种论调，不在大学里谈一段恋爱，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大学生，所以就出现了像这个男生现在这样的情况，是为了谈恋爱而谈恋爱，其实本身不是为了爱，不过是为了形式而已。否则的话你无法理解。如果真心自己喜欢的人，不要说送件衣服，只要是一个礼物，你会爱不释手啊。你总想拿出来看一看，不管他穿的合不合身，你穿在身上你都舍不得脱下去，或者是你脱下去得好好折好，你怎么可能把他的礼物送给别的男人？我不可以理解吗？我搞不明白吗？我认为这根本就不是爱嘛。所以我认为他对你不是爱，不过是为了一个形式。在开始或许有些许的喜欢，但后来慢慢的，其实这就是一场嬉闹。还有你，很多女生在这个场上表现出一种所谓的痴情，觉得千里寄相思，该奉献时就奉献，但有的时候你也不明白你的这种痴情是为了什么。你的痴情给了一个根本不懂你痴情的人，不了解你痴情的人，不懂付出的人，你的痴情是为了什么呢？在我看来，我也觉得你只是自己感动了自己而已。你在你的闺蜜面前和你的女同学面前怎么谈她的呢？永远都只会说她的好。说她好什么呢？她哪好呢？就是会经常知道我一个人在这边，也会过来看我。知道我一个人以后，经常打电话过来问候我。实际上呢？就不过是在自己的闺蜜面前自己做脸给自己看。你看我那男朋友多好，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自己给自己谈恋爱，根本就不可能在一起。生命大概就是这样，什么时候你干什么事儿特别舒服。大学里面要不要谈恋爱？恋爱是要谈的，但是大学最主要的是什么呀？学习，读书啊。这怎么变成了你们这浑浑噩噩的？好好回家学习去吧，
该找工作找工作，该干嘛干嘛。谈恋爱不是为了刺激，谈恋爱不是为了炫耀，谈恋爱是因为我们真的爱对方，请珍惜，好不好？男生想清楚，不爱人家直接跟人说啊，就别再闹了。好了，一起进入黄金60秒。其实刚刚听了各位老师这么多话，我也明白了很多。可能我们都还是不够成熟，对于我们的感情，也很抱歉之前这样对你，给你造成了一些你觉得不好的事情。我觉得我们俩现在可能都需要一点时间，各自的去想一想。我觉得听了今天这么多老师的说辞，我确实觉得我有很多事情是真的没有在乎你的感受，不好意思。我真的这段感情我觉得很累，或许是我们真的不合适。当那小伙子说也许我们真的不合适的时候，这姑娘的眼睛瞪得比牛铃还大，她瞪了我一眼。现实就是这样的，学会接受，这就是生活。两位请回吧，请回。唉，来，请关门。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希望今天的节目成为他们人生的一次特别好的教育课，在未来的日子里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开心的去生活。